大家都知道，癌症是世界医学史上最大的难题之一，也是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。患癌人数不断增加，为人类的生存投下了阴影，普遍引发人们对癌症的恐惧。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癌症几乎等同于死亡，一旦患上癌症，后果将十分严重。事实上，除了少数早期癌症可以治愈，大多数癌症对现代人来说仍然是无法治愈的疾病。然而，这种困扰人类的疾病却可能与人们的日常饮食息息相关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普通民众认为日常食物中存在某些致癌机制，这种观念真的正确吗？让我们用医学知识来探讨一下。我们从早餐说起，有人说早餐的鸡蛋不能吃，因为煮的时间过长或者存放时间过久，蛋黄表面会形成一层黑膜，而这层黑膜被认为是癌症的催化剂。那么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这层黑膜到底是什么。从专业的角度来说，这层黑膜可以称为硫化亚铁，它是由于蛋白质受热变性，分解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，而鸡蛋中含有的蛋氨酸和半胱氨酸在煮的过程中会释放出硫元素，形成硫化氢。这种物质和鸡蛋黄中含有的铁元素结合，就会产生硫化亚铁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硫化亚铁是无毒无害的，不溶于水，人体吸收率也很低，因此即使吃了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并且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。所以关于鸡蛋致癌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，是谣言误人。同样的，牛奶也不例外。另一种被指责为致癌的食物是牛奶。虽然牛奶是大家公认的营养补品之一，但与之相关的负面新闻并不少，尤其是关于致癌的说法让人们无法忽视。研究证实，牛奶中含有多种代谢物，如雌二醇、雌子酮、睾丸酮、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多种雄性激素和生物活性物质，因此有传言表示牛奶中含有雌激素，会导致乳腺癌的发生。事实上，牛奶是从动物体内得到的产物，除了蛋白质、糖类、水分和脂肪外，确实会含有动物体内的某些激素、生物活性因子和其他物质，这与人奶是类似的。如果喝牛奶会致癌，那是否代表喝人奶也会致癌呢？显然并非如此。虽然雌激素、雄激素和生物活性因子确实具有致癌风险，但具体是否致癌还要看牛奶中这些成分的剂量是否能达到致癌标准。一天喝3-5杯牛奶显然不会达到致癌标准。除了鸡蛋和牛奶，还有一些其他食物确实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，因为它们对人体有潜在的风险，是健康的最大威胁。首先是剩菜剩饭，也就是人们口中的隔夜饭。食物放置超过12个小时就算是隔夜饭了，这样的食物可能滋生细菌和病毒，保存不当还可能受到灰尘的污染。更重要的是会产生亚硝酸盐，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，在胃酸的环境下和蛋白质的水解产物反应，生成亚硝胺，一种致癌物。因此建议尽量少吃隔夜饭。其次是豆浆油条，它们是美味的食物，也是早餐的搭配，偶尔吃几次对身体并无害处，但是如果油炸时间过长，可能会产生致癌物，并且油条本身含有过量的油脂，与之搭配食用容易导致营养过剩。长期食用豆浆油条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。第三是加工肉，指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制作的牛肉干、熏肉、咸肉、腌肉、肉罐头、火腿等。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证实，每天摄入50克的加工肉会增加 18% 的结肠或直肠癌的风险，因此建议大家日常尽量以新鲜肉类为主食。最后是西式快餐，虽然它们方便美味，非常适合忙碌和外出娱乐的人群，但其中的产品大多数都是油炸食品，热量和脂肪含量很高，很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，成为肥胖的诱因。长期食用快餐可能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另外，不吃早餐也有其危害。早餐对于健康非常重要，长期不吃早餐会对人体造成3种损害难以弥补。首先，不吃早餐会让胰岛素失去作用，可能引发糖尿病。研究发现，人体内分泌和生物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，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生长激素一般在半夜开始分泌，
在凌晨达到最高峰，另一个峰值在下午。在这些激素分泌的同时，胰岛素也会同步分泌，而胰岛素的作用是降低血糖。早上的时候，胰岛素达到峰值，但如果不吃早餐，这些胰岛素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。时间久了，一旦发生胰岛素抵抗，就可能诱发糖尿病。其次，不吃早餐会对胃和胆囊造成伤害。中医认为上午7到9点是胃经活跃的时候，不吃早餐，消化酶和胃酸没有食物来消化，就会直接接触胃黏膜造成损伤。时间久了，可能会导致胃炎和胃溃疡，而胆汁没有食物的刺激，可能会在胆囊内积累，使胆固醇等物质沉积，导致胆结石的形成。第三，不吃早餐会对心脑血管系统造成伤害。人体在睡眠中仍然在进行生命活动，但这期间没有能量补充，很容易造成能量缺乏。如果早上不吃早餐，人体就迫不得已利用肝脏储存的糖原来补充能量，这会增加肝脏和肌肉的负担。大脑和心脏以葡萄糖为能源工作，长期不吃早餐使血糖不稳定，可能会对大脑和心脏造成损伤。食物是人类生存所需的能量基础，因此人们应该重视食物的安全性。然而，我们必须以科学理性为基础，而不是盲从。有些食物被标签化或固有的错误印象误导，对食物产生误解或过度解读。当然，一些经过医学证实对人体潜在有风险的食物需要引起警惕，深入了解它们的利弊，控制摄入量。想要预防癌症并不难，只需要注意生活中的小细节，并长期坚持下去，避免成瘾性物质，比如烟和酒，减少暴饮暴食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，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，减少不良情绪，定期进行体检。这些都是预防癌症的有效方法。尽管癌症是可怕的，但只要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，做出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就能减少风险，迈向健康的生活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